华夏的政治掮客们大部分都集中在首都。从建国初期的倒卖批条，到后来的政治资源互换，再到现在的情报共享，掮客们一直在进化。没错，是首都口音。即便那家伙的语调已经非常接近标准的普通话了，但是首都本地人的一些话音，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谢耀言忍着疼说道。苏无忌又翻看了一下宋之瑜所做出的笔录总结，找到了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于是道：此人孤身一人到了北方，蒙着面找上了你们，你们为什么会信任他？宋之瑜之前其实已经审问得非常详细了，但是苏无忌有自己的审问逻辑和习惯，有些看起来不重要的细节问题，他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补充。谢耀言说道：我儿子明年高考，他提前半年就帮我儿子搞定了首都大学的录取资格。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怪不得下手够精准的。想要搞定谢耀言这种人，从他们的子女身上着手是最简单有效的了。首都有关系的人很多，但能提前半年就搞定首都大学的录取资格，这能量就不可小觑了。这个掮客背后的资源看来相当可以。苏无忌问道：你们当时就没想让他摘下口罩看看到底长什么样子？谢耀言说道：我说过，让大家开诚布公地聊一聊，起码得露出真实面目。但是他又用了一个条件，让我不得不同意他不摘口罩。苏无忌呵呵一笑，问道：之前搞定了你的子女，这次应该是搞定了你的老婆？确实如此，他提前搞定了我老婆。谢耀言现在认清了苏无忌的恐怖背景，配合度极高，简直知无不言。我之前一直想要让原配接受我的2个，不，3个小老婆，但始终没成功。但是这个掮客却能够说服我的老婆，让她和3个小老婆从此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一家5口其乐融融。苏无忌嘲讽地笑了起来。这个掮客有点水平。小庞的声音冷不丁地在身后响起来。老板急需这样的人才。他也觉得小庞说的很有道理。所以你们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留下？苏无忌问道。谢耀言说道：他说过，让我们不要去联系他，他会主动来找我们的。苏无忌眯了眯眼睛。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倒是很希望他能早点来找你。苏少，我今天能交代的都交代了，那个小丫头快把我少年时期干的坏事都掏出来了，我已经说无可说了。谢耀言说完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您要是看我表现好，能不能给我的手做个手术？食指全部被小庞一节节地折断，这的确太痛苦了，已经不是还能不能练武的问题了。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必然是终身残废。想什么呢？苏无忌扭头看了一眼小庞。做什么手术纯浪费钱，让我们庞爷给你一根根掰回去固定住，然后等着骨头长好就行了。谢耀言露出了惊恐的眼神。不要！他慌张地喊道。自己手指被反向折断，已经疼得晕过去了，这要是再往回掰，还让不让人活了？苏无忌摇了摇头，走了出去。身后的审讯室里已经响起了不似人腔的惨叫声音了。老板，接下来该怎么做？要我去一趟首都吗？萧音蕾问道。苏无忌说道：去首都的机会有的是，不着急，也不用你亲自去。他很清楚，如果那个掮客始终不出现，
那么自己就只能主动去首都找线索，而最大的线索就在首都大学。看了看身边的成熟美人儿，苏无忌说道：熬了一夜，你也去补个觉。谢谢老板。肖英磊笑了一下，成熟姐姐那懂事又乖巧的感觉瞬间满溢出来。我稍微补1小时就行。其实身为皇后的总经理兼苏无忌的贴身大秘，肖英磊不仅要负责老板旗下所有产业的运营调度，还要管理老板那不可告人的正义一面，包括但不限于之前寻找分解、打击毒贩之类的事情。再加上皇后天天喧嚣吵闹到后半夜，以至于肖英磊每天的睡眠时间极少。可不管他多晚睡，第二天一早总是准时亲自把早餐送到老板的房间里，简直是真正的时间管理大师。但肖经理确实是老天赏饭吃，哪怕睡得那么少，也仍旧是精力充沛，皮肤细嫩的吹弹可破，甚至连眼袋和黑眼圈都看不出一丁点。苏无忌拿着宋之瑜留下的笔录总结，先回到了房间，想了一会儿，然后给白旭阳打了个电话。忙什么呢？苏无忌问道。白旭阳说道：哎呀，无忌，我的好姐夫，你跟白木哥说说，让他给我换个活，行不行？苏无忌一听事情和白木哥有关，立刻来了兴致，差点把自己要干什么给忘记了。他问道：你姐给你安排的什么任务啊？我正在西北极省来回跑呢，我姐让我对接一群非洲小孩的入学事宜。白旭阳说道：据说每年得有1000多个小孩子要过来了，分散到20个城市里，这几天来简直要把我和桂林的腿跑断了。1000多个非洲小孩？苏无忌愣了一下。哪来的这么多？白旭阳说道：从那什么莫桑科罗岛上漂洋过海来的，下半年就要入学了，我得抓紧搞定这事儿。莫桑科罗岛。苏无忌稍稍明白了一些，毕竟之前白木哥提到过要代理莫桑科罗岛的一些资源贸易，这大概就是交换条件了。不过这姑娘还挺有意思的，并没有把这些非洲小朋友安排去首都宁海这样的大城市，而是安排他们去人口大量外流的西北城市就读，给华夏出力建设大西部去。毕竟即便是华夏的西北城市，条件也比莫桑科罗岛好太多太多了。这事儿还需要你和桂林亲自跑吗？苏无忌问道。那应该是我姐比较相信我和桂林的能力，别人去忙这事儿，她肯定不放心。白旭阳说着自己都不相信这话了，于是改了口：好吧，我姐大概就是想要让我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省得天天游手好闲。苏无忌说道：在这一点上，我无条件支持你姐。废话，那不是你未来老婆吗？白旭阳：我光忙着给非洲小孩助学了，你这荣归故里的都没来得及去灵州给你贺一贺。这不重要，你得帮我个忙。苏无忌说道：你尽管讲，包在我身上，要是做不到，我是你儿子。白旭阳一听好兄弟求助，立刻满口答应。苏无忌忽然觉得白旭阳的脑子好像被秦桂林给传染了。他说道：有个叫谢晨伟的，是铁山市一中的高3学生，被首都大学提前半年录取。我要知道是谁经办了此事，低调点调查，不要惊动任何人。好，交给我。白旭阳说道：我下午就回首都，让秦桂林继续忙活非洲小孩入学的事情。结束了和白大少的通话之后，
苏无忌又翻看了一会儿宋之瑜留下来的审讯总结，看着那一行行精炼到极点的字句，不禁感慨道：这就是遗传天赋啊。等到了中午，补觉的宋之瑜已经起床了。他只是简单的梳洗一下，穿着毫无装饰的长袖卫衣，即便没有任何化妆，也仍旧比窗外正午的阳光还要耀眼。无忌哥。宋之瑜走进酒吧顶层的小餐厅之后，喊了一声。苏无忌正坐在餐桌旁出神，抬头一看，不禁被那青春明媚的容颜晃了眼。真好看，下意识地感慨了一句。苏无忌这才回过神来，他说道：来，快坐下吃饭。小庞站在苏无忌身后，肖英磊则是笑盈盈地端着一盆水煮鱼走了进来。看着桌上的川菜，宋之瑜说道：这么丰盛呀。小庞说道：这都是小老板娘喜欢吃的菜，老板特意交代厨师做的。小老板娘。宋之瑜一下子霞飞双颊，那明眸皓齿的样子实在是动人极了。苏无忌没好气的一拍筷子：小庞，你瞎说什么的？我原话是这么说的吗？罚你今天中午不许吃饭，只能看着我们吃。扣工资已经没有威慑力了是不是？那就饿肚子。谢谢无忌哥，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宋之瑜笑眼弯弯：要不让小庞坐下来一起吃吧，他也不是故意的。苏无忌还没发话呢，小庞便说道：好的，谢谢小老板娘。宋校花再次展颜一笑，根本没否认，看起来极为开心。苏无忌忽然觉得这丫头就是故意对小庞这么讲，想要再听他喊一次那个破称呼。吃饭的空隙，苏无忌问道：至于你对背后那个前客怎么看？宋之瑜嘴里还有米饭呢，鼓着腮帮，这样子颇为可爱。他顾不得把饭菜咽下去，立刻回答道：要么是能力不行，要么是藏着后招。总结到位，一针见血。苏无忌的眼睛微微一亮。细说啊。宋之瑜说道：如果说此人想要利用那2个北方门派来击垮皇后酒吧，那么就是他能力不行，对无忌哥的了解不够深。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人便不足为虑。但是苏无忌，所以你更倾向于他还藏着后招？宋之瑜点点头。对，我认为这更像是一次试探。苏无忌越来越觉得宋校花太妙了，微笑着问道：你觉得他们在试探什么？试探我的实力有多少？宋之瑜把嘴里的米饭咽下，认真说道：不，试探整个苏家。苏无忌睡了个午觉之后，便叫了3个包臀裙姑娘来到了自己的房间，大战一番。好久没有打麻将了，苏老板真是输钱也开心。不过一口气输了2万8之后，某人的心情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他把面前的麻将一推，说道：不打了不打了，下楼跳舞去。其中一个包臀裙妹子笑眯眯地说道：我们就可以跳给苏老板看呀，要什么尺度的都可以，别人想看都看不着呢。另一人说道：是呀，我还专门去练习了钢管舞，可惜苏公子这套房里没有钢管。苏无忌低头看了看对方那大白腿，忽然觉得自己来当这钢管好像也没什么问题。都走都走，一个个的，别在本老板这里发浪。苏无忌说道：当心本老板改日把你们全都……哎呀，苏公子你也别改日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日吧。一个衣领最低的妹子双手抱胸说道。苏无忌落荒而逃。要是之前他对自己的定力还有点自信，可现在
自从和江晚星一起打开了某一扇神秘之门后，苏无忌现在是稍有刺激就不淡定了。到了楼下酒吧里，苏无忌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骚气冲天地扭了半小时，随后注意到了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此人的脸有一大部分都压在帽檐下面，坐在角落里只喝酒也不跳舞，甚至目光都完全没有落到台上跳舞的妹子们身上。有几个浓妆艳抹的姑娘上前搭讪，他丝毫不搭理，就像是完全听不见一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苏无忌见状，拎着一瓶酒就走了过去。哥们一个人啊？他问道。那男人看了他一眼，理都不理，随后继续喝酒。这家伙酒量可以，面前的一瓶伏特加都快要见了底。不过他这一抬眼，苏无忌也算是看到了对方的长相，普普通通的一张脸，毫无特点。其实我喝了这么多年的酒，一直觉得这伏特加是最难喝的，除了酒精味儿，根本没别的。苏无忌敲了敲自己的那瓶酒，说道：看你有心事借酒浇愁，要不要试试我这个？那男人丝毫不理会，把杯中的最后一口伏特加喝完，掏出了2张钞票压在酒瓶下面，便扭头就走。这些年来，苏无忌在酒吧里形形色色的客人见得多了，经常凑上去聊几句。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时候他却盯着这背影多看了几眼。看到这客人走出去了，苏无忌也跟着离开。对方随后上了一台出租车，苏无忌便开着破普桑远远跟在了后面。半小时后，这台出租车在一处大型浴场门口停了下来，那男人下了车，径直走了进去。苏无忌想了想，便把车子停在路边，也进去换了拖鞋，领了手牌。当他给前台报完了手机号之后，前台的小姑娘一看电脑屏幕，立刻恭恭敬敬地说道：老板，您的卡里还有3万余额呢，您要常来呀。苏无忌呵呵一笑，什么服务都没有，回来干什么？他换好了衣服，在1楼浴池的角落里泡着，全程用余光看着那个男人在淋浴区冲澡。该说不说，这家伙的身材不错，那肌肉线条一看就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就是后背上有2道刀疤，苏无忌一眼看出那是陈年老伤了，起码10年以上。这2道刀疤还是比较明显的伤痕，至于其他的小伤痕，起码还得有10几处。苏无忌分明看到此人的肩膀上还有一个贯穿伤的痕迹，疑似是子弹造成的。此人站在那里冲着淋浴，身上莫名有种无形的气势在散发开来，周围几个满背纹身的社会青年愣是没敢靠近。冲完了澡之后，这男人上了3楼。这浴场里的3楼有什么？苏无忌心知肚明，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都没有。那些穿着短裙的技师们甜言蜜语的哄骗着客人充完了卡，然后还是素菜婚嫁。要不苏老板那会员卡里的3万余额是怎么来的？哼，都是年少无知的时候被骗了。苏无忌并没去休息区等着，而是直接穿好衣服走出来，坐在桑塔那里，车子已经发动了起来。果然10几分钟后，那个男人便穿戴整齐，从浴场大门走了出来，帽檐仍旧压得比较低，也看不清脸上有没有不满之意。他本想在路边招手拦一台出租车，但附近正好来了一台警车，2名警察走下来，拉起警戒线查酒驾。于是这男人便转身走进了浴场后面的巷子里。苏无忌见此，觉得更有意思了。
他停了好几分钟，才发动了普桑，绕到了巷子的另外一端。结果，那个男人恰巧从巷子里面走出来。这巷子并不长，两侧都是老式民房，也不知道他在里面耽搁了这几分钟，在忙些什么。哥们这么抢，苏无忌放下车窗，笑眯眯地问道：“咱们想见即是有缘，你要去哪里？我捎你一程。”那个男人盯着苏无忌，看了几秒钟，才开门上了车。先围着云烟湖转2圈，之后去哪儿再说。这男人终于开口了，这还是苏无忌第一次听见他的声音，非常低沉的嗓音，微微沙哑，其中似乎透着一股沧桑之感。苏无忌说道：“你要环湖游啊，云烟湖的面积不小，这2圈很耽误时间的。”一沓钱被扔到了副驾驶座位上。够慢。苏无忌一看，起码得有2万块。他之前也看到了，这家伙在酒吧和浴场的时候用的都是现金。这年头，电子支付越发流行，用现金支付的人确实已经不多了。不过看在钱的份上，苏无忌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够了够了，这些钱都够把这台车买下来的了。而且如今灵州不太安全，有我这种本地人带着正合适。苏无忌笑眯眯的一把抓起那一叠钞票，塞进了口袋里，似乎生怕对方反悔一样。那个男人再度开口：“灵州怎么不安全了？”没什么，我说多了说多了。苏无忌连忙说道：“有些话不能对游客讲的，有点破坏灵州的城市形象。”然而紧接着，那男人说道：“叔叔，我想知道。”居然又给苏无忌扔了一沓钱。苏老板嘿嘿直笑：“你办事这么讲究，就不能怪我服务太到位了。”是这样的，我有一个警察朋友，听他说，最近灵州出了几起命案，凶手极其狡猾，到现在都还没找到他，整个灵州市局都要忙疯了，专案组的刑警们连家都不能回。说话的时候，苏无忌专心看着前方的路况，似乎并未从中央后视镜里打量后座的人。杀的都是什么人？男人停顿了几秒钟之后，又问道：“不清楚，有男有女，据说这些死者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那种人。”苏无忌说道：“警方怀疑有可能是激情杀人，不然不至于排查完死者的朋友圈之后，依旧没有任何的线索。”那男人沉默了，没有再问。苏无忌却说道：“你是不是害怕了啊？还都怪我说多了。不过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凶手现在应该已经不在灵州了。我要是他，还不脚底抹油直接逃跑？”那男人摇了摇头：“他一定还在灵州。”是。苏无忌呵呵一笑：“你怎么这么确定呢？”犯罪心理学。男人说道：“这种嫌疑犯杀了人之后，往往喜欢出现在犯罪现场，欣赏着警方被自己耍得团团转。”苏无忌说道：“行吧，你给的钱多，你说的对。”这台破桑塔纳围着云烟湖绕了大半圈之后，苏无忌说道：“嗨，我说兄弟，你让我带你围着云烟湖转圈，你却一直闭着眼睛都不往窗外看，也不像是在欣赏风景啊。”那男人说道：“我在想事情，闭嘴。”那我闭嘴得加钱。苏无忌笑眯眯的一副奸商嘴脸。那男人没理会这次敲竹杠。苏无忌又问道：“你老家哪里人？”男人没理他。行吧，你给的钱多，我不吭声就是了。苏无忌说道。他默默开着普桑，围着云烟湖又绕了半圈。一段时间不来这边，苏无忌发现一个面积挺大的咖啡厅正在装修，灯光一开，还挺有情调的。不过他并未仔细看，只是说了一句：“
在云烟湖边开咖啡厅脑子坏掉了啊？这辈子能收回装修钱吗？苏无忌没具体统计过，但云烟湖边的咖啡馆和奶茶店起码得有200家，单店面积都很小。没办法，这地儿寸土寸金，房租太贵了。至于皇后酒吧的租金，嘿嘿，不要租金，因为那块地皮都是自家姑姑苏赤烟的。前面是红灯，苏无忌趁着停车的功夫打开了一瓶易拉罐，啪一声脆响，随后便是泡沫冒出来的声音。他放到嘴边，咕嘟咕嘟地喝了大半瓶。后面的男人终于主动问出来了：“你在喝啤酒？”苏无忌咧嘴一笑：“是啊，口渴了。”可是你在开车。苏无忌咧嘴一笑：“没事，我在警局里有关系，要是遇到查酒驾的，直接跑就是了。实不相瞒，我今天晚上已经喝了半斤白酒了。”那男人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然而苏无忌接下来真的像是喝多了，一直超速，有好几次超车都是比较惊险，甚至还开窗和别的司机激情对骂。此刻的苏老板简直成了灵州的道德洼地。就在后排这男人忍不住的想要揍他的时候，就见到苏无忌想要别车，可是似乎由于喝多了，力道控制不好，打方向盘的幅度太猛了，这台破普桑居然一头撞进了旁边的院子里。那院子的电动门直接被生猛撞断，大半截电动门被车头顶着，一路撞向了1楼大厅。这台普桑接连撞歪了2台停在院子里的车，最后狠狠撞在柱子上才停了下来。砰！后排气囊猛地弹了出来。没错，这破车居然特么的有后气囊。撞得这么猛，前气囊没炸，后气囊居然炸了。那中年男人被气囊打得晕头转向，而被普桑撞裂了的柱子上有一块细长的牌子，哐地一声掉在了地上。那白底黑字的牌子上赫然写着灵州市公安局湖滨分局。湖滨分局，朴妍希和一众熬夜的刑警们本来正在开着案情讨论会，结果被巨大的撞击声惊到。那一刻，他们感觉到这栋楼似乎都震了一震。这家伙行踪可疑，极有可能是连环杀人案的主谋。苏无忌坐在接警大厅中，一脸无辜地说道：“我之所以酒驾，就是为了抓嫌疑人。我是个热心好市民，你们可不能让我赔偿啊！”不让你赔。朴妍希面带微笑地看着他，随后走到饮水机旁，拿了2个一次性纸杯，分别给苏无忌和那个嫌疑人倒了杯水。在接过水杯的时候，苏无忌的手指不着痕迹地蹭过了朴妍希的手背，后者抿了抿嘴，在只有苏无忌能看到的角度上，朴姐姐的眸子里闪过了一抹微嗔的神色来。但除了微嗔之外，她眼中更多的是只有苏无忌才懂得亲切。那形迹可疑的中年男人正靠在墙边，揉着发晕的脑袋，没好气地说道：“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就带我进局子。”刚刚被气囊炸的那一下实在是猝不及防，差点把他弄晕过去，现在眼前还一阵阵的发黑呢。苏无忌说道：“这能怪我吗？你这人鬼鬼祟祟的，谁家好人在身上放那么多现金，出手还那么大方？”分局局长李洪成也下楼了，他丝毫不在意局里的大门被撞毁，笑盈盈地看了看苏无忌，说道：“你小子刚刚从非洲立了大功回来，不多休息2天，还想帮我们破获连环杀人案呢？”苏无忌说道：“
看您说的分局有苦难，我自然义不容辞。我可是正儿八经的五好市民，有证书的那种。那证书正垫在麻将桌底下呢。李洪成接着笑道：我们正好缺人手，不如现在就加入专案组。不过我先说好，分局经费紧张，你来了可没补贴啊。苏无忌又看了看那可疑的中年男人，表情苦涩。看你们的样子，这家伙真不是嫌疑人。李洪成笑着说道：给你介绍一下，国际刑警组织的刑侦专家高海峰先生，昨天才到灵州，是部里给市局请来的强援。什么国际刑警？苏无忌艰难地说道：尬使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了。高海峰的语气冷淡：谁跟你是一家人？苏无忌一挑眉毛：那你们这国际刑警的薪水不少啊，只不过打个车而已，随随便便就能给出2万块钱。高海峰说道：那不是工资，是我自己其他的收入，不需要向你解释。苏无忌很欠的呵呵一笑：用国际刑警的身份干私活了。高海峰摇了摇头，随后转向了李洪成，说道：我认为嫌疑人下一次的作案地点应该就在云烟湖周边范围，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尽量进行提前布控。苏无忌问道：为什么？高海峰的声音沉沉：我没必要向你交代什么。说罢，他起身上楼。湖滨分局已经给他腾出了一个独立的办公室，就位于2楼，在专案组联合办公区的隔壁。苏无忌立刻跟在后面说道：高专家，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为什么认为对方会选择在云烟湖周边动手？高海峰说道：直觉。说着，他进入了办公室，也没关门，因为知道苏无忌肯定会跟着挤进来。你喝了一整瓶伏特加，在这里跟我谈直觉？苏无忌呵呵说道：咱们办案的人都讲证据，讲什么直觉？高海峰定睛看了看苏无忌那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问道：你算什么办案的人？和你一样飞在边强援。苏无忌给自己安排了个身份：本人曾多次协助灵州市局破获大案要案，属于整个灵州都离不开的那种人。高海峰仍旧不讲话，开始翻看桌边的案件卷宗。事实上，在来到这里之前，这些卷宗已经被他远程查看过了。老高，你很不礼貌的。苏无忌说道：你我偶遇，我给你钱，你开车送我，这场交易现在已经结束了。高海峰说道：甚至你还超额完成任务，把我送到了分局。很好，我要开始工作了，你可以离开了。苏无忌拉开班前椅，直接坐下，面带嘲讽之色。偶遇，这就是国际刑警组织专家的水平，那可真是让我有点失望了。高海峰那翻看卷宗的手微微一顿：你的意思是，不是偶遇？他抬起头来，目光开始变得锐利了许多，这完全没有半点醉酒的样子。之前苏无忌可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喝了一整瓶伏特加。苏无忌说道：当然不是偶遇，怎么样，哥们的跟踪水平还可以吧？高海峰盯着面前的年轻人，眼神冷冽，看不出真实的心情。然后呢？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但实际上非常吃惊。在追踪与反追踪领域，自己绝对能称得上是国际专家了，可居然没发现这小子在跟踪。苏无忌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点了几下。如果我是那个穷凶极恶的凶手，那么老高同志，你带到华夏的助手现在已经死了。高海峰的手指
微微一顿，动作没有丝毫变化。我孤身一人前来，哪里来的助手？苏无忌伸出了3根手指头，笑眯眯地说道：起码3个。高海峰的眉头狠狠一皱，那一直平静的眼睛里显现出了非常明显的震惊。看来我说对了。苏无忌笑道。高海峰摇了摇头，表情开始变得平静了下来，把卷宗合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道：为什么你认为我有3个助手？苏无忌说道：第一个助手是在皇后酒吧，此人伪装成了客人，给你传递了一张纸条。你当时看似是在借酒浇愁，实则等着助手给你传递侦查信息。高海峰说道：那酒吧里的人那么多，你知道是哪一个？他这么说，已经算是变相承认了。苏无忌说道：皇后酒吧里的摄像头比澳门的赌场还要多，没有任何一个死角。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你的这个助手今天穿着的是一件蓝色的夹克，现在正待在住处里。哦，对了，他住的是云烟湖边的一处民宿，每晚价格1500块，性价比低的要命，专门割外地人的韭菜。高海峰的目光狠狠一顿，这短短时间，苏无忌连这些都查出来了。他说的居然一点没错。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高海峰问道。你又怎么能调到皇后酒吧的监控？苏无忌像看傻子一样的看着他。废话，我是皇后的老板啊。在刚刚出门跟踪的时候，他就已经让萧英磊带着手下开始分析这个高海峰进入酒吧的一举一动了。这个男人给了他一种莫名的危险感。苏无忌知道这一定不正常，必须得查出个真相。而在开车撞进分局之后，萧英磊的调查结果也发到了苏无忌的手机上了。皇后酒吧做得这么大，老板却这么年轻。高海峰稍稍吃惊了一下，似乎多了一些交流的兴趣，随后说道：心思缜密，佩服。那第2个助手呢？苏无忌说道：第2个助手应该就是暖柔汤泉的88号技师了。高海峰的心里再度震惊了一下，但他表面上还是面无表情。这位国际刑警的专家不想总是这么吃惊，显得自己很处于下风。他工作那么多年，在刑侦领域相当权威，从来都只有他跟踪别人的份儿。这一次却直接被一名20多岁的华夏青年摸了个透，这是以往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苏无忌说道：这个比较好猜，因为你洗完了澡便上楼按了摩，至于找的哪位技师，我随口问了一句前台，他就告诉我了。他敢不告诉我？老子可是充值3万块的白金卡会员。高海峰说道：我只是累了，想要按个摩，仅此而已。苏无忌：可你10几分钟之后就穿戴整齐的出来了。高海峰面不改色。对于我这样的中年男人来说，10几分钟足够做很多事情了。苏无忌哈哈一笑：可是这浴场是纯绿色的，无论你加多少钟都不会给你那种服务的，用手也不行，你之所以上去按摩就是为了接头。高海峰反问道：你是怎么知道这浴场是纯绿的？苏无忌不爽：你管我怎么知道，反正我就是知道。高海峰叹了一声，没有再否认：是我大意了，我多年未曾回国，以为林州根本没人认识我，更不可能认出我的助手来。苏无忌听他这么说，倒也是谦虚了一句：嘿，老高，你不要气馁，我其实是以有心算无心占你便宜的。随后高海峰把手逐次伸进衣服的几个口袋里，把所有的钱
都掏出来了，大概得有3万块。他说道：我身上就这么多钱了，你要是能说出我最后一名助手在哪里，这些钱都是你的。说完这句话，高海峰忽然想到，面前这个年轻男人的真实身份是皇后酒吧的老板，应该不缺这3万。刚想改口，苏无忌就直接把手按在了那几沓钞票上，道：说好了不能反悔，不反悔你说吧。高海峰摇了摇头。苏无忌说道：你的最后一个助手就临时住在暖柔浴场后面的巷子里。高海峰面无表情地淡淡说道：我很确定我在进入那个巷子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跟踪。苏无忌说道：我当时晚几分钟才跟上你，没想到在巷子口正好遇到，那巷子并不长，1分钟就能走出来，你却在里面待了那么久，这些钱都是你的了。高海峰摇了摇头。厉害。苏无忌咧嘴一笑：这也不怪你太菜，因为灵州是我的地盘。就在高海峰认输的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一个从未联系过的号码，而来电归属地竟是挪威。苏无忌接通了之后，从里面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暗影天王大人，我得到消息，月神大人的一个结义大哥去了华夏灵州，请你当心一些。这电话竟是月影神为阿拉亚打来的。苏无忌的确是没想到，阿拉亚居然会给自己通风报信。难道说，在经历了游轮上的并肩作战之后，这个女性神位已经开始想着给自己找下家了？或者月神得知自己的老婆被别人睡了，一怒之下把阿拉亚狠狠责罚了一顿。不管哪个原因，对于苏无忌来说都是好事，他很乐意看到那个女性情敌气得大跳脚。我知道了，谢谢你。苏无忌笑道：也欢迎你随时来灵州做客，这里是我的地盘。对面的高海峰莫名觉得苏无忌的这后半句话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好的，大人，祝您好运。阿拉亚在挂电话之前又补充了一句：严格说来，我并不确定月神大人的结义大哥去华夏是不是针对您的，也许他有其他事情要做。好的，我会留心的，再次谢谢你。苏无忌本想问一句艾斯戴尔的情况，但看了坐在对面的高海峰一眼，还是把话咽了回去，直接挂断了电话，把那一沓钱揣进口袋里。苏无忌随后咧嘴一笑：谢谢老高同志哈，以后咱俩要是出去吃夜宵，我来请客。这一下别说修车钱凑够了，都够重新再买3台破普桑的了。高海峰摇了摇头：你出去吧，我要工作了。苏无忌凑到了他的脸前，笑眯眯地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高海峰拿他也没什么办法：你说吧。你从哪里赚了那么多的外快啊？苏无忌说道：我就想多挣点钱，你能不能给我介绍点路子？高海峰斜眼看了看他：皇后酒吧日进斗金，你身为老板还在乎这点小钱？苏无忌说道：不瞒你说，我平时帮灵州警察们办案子都是自己垫钱，他们结案后给我的奖金都不够我那些手下的来回路费，不然的话，我在灵州都能攒出好几套别墅了。高海峰不说话了，继续翻阅卷宗。苏无忌碰一鼻子灰，但赚了钱，心情很好，哼着歌儿走到门口，刚要把门关上，就听到高海峰忽然开口说道：我之所以得出凶手会继续在云烟湖周边动手的判断，是因为在综合所有分析之后，
有一个灵州刑警找出了被杀者的身份之间的一个共同点。由于苏无忌之前的表现，这位沉默寡言的国际刑警专家终于愿意主动开口交流了。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什么共同点？这几个死者有男有女，有华夏籍，也有外籍。哪怕灵州的刑警们仔细分析之后，都没有找出他们之间的联系，以至于大家甚至怀疑凶手并不是同一个人，也有怀疑此案是毫无过节的激情杀人。高海峰指了指卷宗末页上的一行字：你看这里。苏无忌走到了办公桌边，看着上面的字迹念了出来：怀疑所有死者都有黑暗世界的隐藏身份，此次案件亦为西方黑暗势力的报复清除行动。这一行字是对以上所有案情的总结，署名是朴妍希。高海峰说道：这句话就是此案的突破口。这个女刑警很厉害，正常人根本不会往黑暗世界上联想。苏无忌：废话，这是我未来老婆，能不厉害吗？不过朴妍希也只是昨天才得出这个判断，想要继续扒出所有死者的隐藏身份，需要很多的时间。苏无忌：老高，我想知道的是，即便他们都是黑暗世界里某势力的成员，那么你又是如何得出凶手一定会在云烟湖畔动手的结论？高海峰：很简单，因为碰巧找出了这些死者之间的另一个共同点。苏无忌呵呵一笑：和稀你个鬼，怎么可能是碰巧啊？高海峰没有解释过程，只是说出了结论：所有死者在黑暗世界里的身份都是月影神殿成员。神吗？苏无忌的眼睛金芒爆闪。高海峰看了他一眼，眼神之中的光微微闪烁了一下。你也知道月影神殿？苏无忌没回答他，而是冷冷反问道：月影神殿在灵州布置那么多人手干什么？是不是狼子野心，图谋从华夏攫取利益？高海峰说道：月影神殿不止在灵州有几个探子，在东洋和南厉的首都更多。月神还是想要把情报更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样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也能更有主动权。苏无忌呵呵一笑：你对那位神秘的月神好像还挺了解的。高海峰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道：月影神殿还有一人在灵州从事设计工作，最近正接一个咖啡馆的装修项目，已经到了项目收尾的阶段了，过2天就要试营业了。顿了顿，他说道：而这个咖啡馆就是我们之前经过的那一家。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你怎么知道这些？高海峰掏出手机，给他展示了一下支付账单的界面。这些情报居然是从雷蒙情报局里买的。虽然雷蒙狂妄又自大，但是这情报局里的调查官却个个能打硬仗，居然连月影神殿所有潜伏人员都能挖得出来。既然高海峰能买到这些情报，那么那个凶手也能买到。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雷蒙情报局怎么能调查出这些呢？高海峰说道：在雷蒙情报局内始终有 S 级调查官在华夏活动，他们无孔不入，能调查出这些信息也很正常。苏无忌看着他的眼睛，意味深长地说道：不月影神殿一定有那家。说完，他起身走出去了，径直去了朴妍希的办公室。而高海峰站在走廊，看着苏无忌的背影，低声说道：灵州竟然隐藏着这种年轻潜龙，如果不是年龄小了点，和我那单身多年的妹妹倒是有点相谱。
苏无忌知道，朴姐姐此时绝对不可能在专案组的联合办公区。果然，一打开门，朴妍希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正摆着一杯蜂蜜水呢。此时的朴槿花已经脱去了警服外套，而是穿着圆领的黑色针织衫，这些苗条的黑色却把流畅的曲线完美显现出来。喝了吧，温度正好。朴妍希指了指蜂蜜水，微微责怪道：以后不许酒驾了，任何理由都不行。苏无忌把办公室的门一反锁，嘿嘿一笑，说道：妍希，你喂我，不然我不喝。不喝算了。朴妍希说道。隔了2秒钟，他看了看苏无忌，目光落在对方那有些干裂起皮的嘴唇上。多大的人了，也不知道照顾自己。朴妍希摇了摇头，起身端起蜂蜜水，走到了苏无忌的身边。张嘴。可以喝啊。苏无忌一笑，老老实实的张嘴喝水。有人喂着，真好。蜂蜜水进了肚子，甜甜蜜蜜，心满意足。朴妍希的嘴里虽然在嗔怪，但看着苏无忌这眉开眼笑的样子，那如清水般的眼睛里也是透着温柔。妍希，我刚刚和高海峰聊了聊。苏无忌说道。既然你认为这事儿和黑暗世界有关，那么抓凶手的时候，你就不要往前冲了，往后面躲一躲。朴妍希轻轻一笑，撸起了袖子，走到里间休息室的洗手池旁，刷着杯子。正因为和黑暗世界有关，我才得冲在最前面啊。这是之前的副局长办公室，由于面积超标了，特地隔出了一间小小的休息室，名义上是作为女干警休息室，实际上专案组的女警察就朴妍希一个人。看着朴姐姐弯腰刷杯子的样子，苏无忌很想从后面抱上去，好好感受一下对方那香香软软的身子。那可不行。苏无忌说道。你要是出了事，我可不就成孤家寡人了。朴妍希轻笑道。我是你姐，就算是我没了，还有那么多红颜知己陪着你呢。他把洗干净的杯子放在一旁，接着说道：你别掺和这件事，马上都半夜了，你回去休息。那你呢？苏无忌问道。朴妍希指了指休息室的床。这案子忙起来没个头，我在这里对付一夜就行。看着对方那带着淡淡倦意却仍旧堪称绝美的俏脸，苏无忌有点心疼。不行，你今天晚上跟我回去，不许在这里睡。朴妍希刚想拒绝，忽然传来了敲门声。妍希，是局长李洪成的声音。朴妍希说道：李局请进。站在门外的李洪成压了一下门把手，没压动，之前被苏无忌给反锁了。朴妍希的俏脸瞬间热了起来，立刻去开门。拧开锁的那一刻，他还扭头微嗔地瞪了苏无忌一眼。那红红的耳垂和侧脸让苏无忌根本看不够。你俩在房间里反锁着门，忙什么呢？李洪成笑着打趣道。苏无忌说道：本来倒是想忙点什么，可是李局您一来，我们什么都干不了了。朴妍希轻轻打了一下他的胳膊。别乱讲，谁要跟你干什么？李洪成说道。接下来到了布控阶段，估计要没日没夜了。无忌，你难得回来一次，先带妍希回去休息补补觉。苏无忌嘿嘿一笑。还是李局体恤下属，您比我亲哥还亲。李洪成笑道。我可不敢和你那几个亲哥相提并论，你小子还是喊我叔好了。朴妍希，不用回去休息，李局，我的精力应付得过来。李洪成说道。敌人穷凶极恶，必须保证睡眠。这样吧，
明天上午10点，我们在新开的那家咖啡馆见面，看看附近怎么布控。苏无忌点点头，随后补充了一句：在这里开咖啡馆不仅赔钱，可能还要把命搭进去。依我看，那老板的脑子一定是被驴踢了。李洪成说是10点见面，可是才9点不到，苏无忌便已经围着云烟湖晨跑了一大圈了。路上有很多晨跑的男女，他们并不知道，也许在不久之后，这湖边也许会发生一场血腥的谋杀。而在跑步的时候，苏无忌也在锻炼的人群中看到了几个专案组成员的熟脸。显然布控早已开始。那个设计师今天不一定会来到这咖啡馆，也有可能会待在他那位于云烟湖另一侧岸边的工作室里，所以专案组在那工作室周边也提前布置了人手盯梢。在经过这咖啡馆的时候，苏无忌特地多看了几眼，这里的基本装修其实已经完成了，家具设备也都基本进场了，具备了试营业的条件了。而昨晚才安装好的招牌上，则是写着3个漂亮又艺术的大字：晨昏县。这咖啡馆老板的脑子虽然不灵光，但是起名字还挺好听的。苏无忌心道，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这咖啡馆皆是装修得非常精致，哪怕远远透过玻璃看过去，也能感觉到里面的所有细节都充满了质感。而且据说这个有着月影神殿背景的设计师在灵州颇为知名，很多豪宅别墅的装修设计都是出自于他之手。也许这家伙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从那些富贵人家里探知一些所谓的情报。这个设计师要价很高，光是设计一个这么大面积的咖啡馆，设计费起码都得花去20几万。苏无忌现在真是挺想看看那个冤种老板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这名为晨昏县咖啡馆的旁边10米处，就是一家精品咖啡小店，小到室内根本没地方接待客人，只有门口摆着3张简易的露营桌，几把简单的月亮椅。老板已经一大早就开始营业了。苏无忌小跑到了这小店的旁边，说道：老板买杯拿铁。这老板挺年轻的，看着和苏无忌差不多，但是样貌着实很帅，感觉都能当艺人出道了。35，扫码就行。这年轻老板说道。苏无忌接过了咖啡，正巧穿着白色运动装的朴妍希也跑了过来。这漂亮姐姐补了一觉之后，疲惫感进去，整个人的气色明显好了许多，如同透着光泽的极品珍珠。哪怕之前从海边度假回来之后，她好像晒得稍稍黑了一些，可2天没过呢，待在专案组里没晒太阳的朴姐姐就已经把自己捂白了。当然，即便是之前晒黑的状态，也已经远比普通人要白得多了。美人儿总是在某些方面天赋异禀的。妍希，你喝什么啊？苏无忌问道。和你一样吧。朴妍希的声音轻柔，眸子里映着阳光，比云烟湖的波光更加动人。这年轻老板看了一眼，直接挪不开眼睛了，差点被咖啡机烫到了手。你当心一些，少看2眼。苏无忌笑眯眯的一把搂过了朴妍希的肩膀。毕竟是我女朋友。年轻老板笑道。主要是太漂亮了，哪怕林州的美女那么多，我也没见过像你女朋友这么好看的。苏无忌咧嘴一笑。那当然是我眼光好下手早。朴妍希看了看那一只搭在肩膀上的手，笑了笑，并没有挣脱开来。其实2人出门之前并没有说要扮演男女朋友来迷惑凶手，但苏老板这绝对不是临场发挥，而是蓄谋已久。
这家伙早就想借着任务之机占朴姐姐的便宜了。两人端着咖啡坐在月亮椅上，慢悠悠地喝着。苏无忌扭头看向年轻老板，问道：这旁边要开一家这么大的咖啡厅，是不是得影响你的生意了？年轻老板说道：嗨，房租在年底就到期了，干完这一年我就不干了。大学毕业一直想要创业，试了好几次都失败了，老老实实找个班上去。苏无忌抬手指了指那家晨昏县，说道：这老板铁定赔的裤衩都不剩了。年轻老板的眼睛里有些羡慕，说道：也不好说，说不定是富家小姐，根本不在乎这点损失。哎，能拥有一间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咖啡馆，真是我的梦想啊。这时候又有一道声音响起来：来一杯拿铁。正是国际刑警的专家高海峰。此刻他的打扮完全是一副中年人来晨练的模样，但明显能看出身体素质很强，哪怕是初冬的早晨也只穿着单薄的长袖速干衣，下半身还是条短裤。苏无忌看了他一眼，便收回了目光，装作不认识。等咖啡做好了，高海峰也没坐下，边走边喝。苏无忌和年轻老板闲扯淡了几句，便拉起了朴妍希的手，准备离开。朴姐姐看着自己的手被拉住，无奈地摇了摇头：你。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台保时捷911在路边停下，一个身穿风衣的男人开门走了下来。这是个混血儿，头发是金色的，五官非常立体，身高得有1.85米，算得上非常帅气了。苏无忌看过照片，一眼就认出来，这是那个有着月影神殿背景的设计师。碰巧遇到了正主，今天自己也算没白来一趟。看到这家伙的长相和身材，苏无忌忽然明白，为什么灵州的那些富婆们都喜欢找他来设计豪宅了。这设计师走了过来，也买了一杯拿铁。苏无忌说道：哥们长得很帅呀，干什么工作的？这一刻，他甚至有点想要忽悠对方去自己的酒吧里当气氛组了。这设计师指了指旁边的咖啡馆，说道：这儿就是我设计的，怎么样？很漂亮，一定会成为云烟湖边的热门打卡地。苏无忌顺口附和：谢谢，朋友，你很有眼光。这设计师的华夏语说的还挺标准的。不过这家咖啡馆的老板给我提供了许多的思路，他在这方面是个天才，而且是漂亮天才。苏无忌问道：女的？虽然她始终戴着口罩，但绝对是世间顶美。设计师说道：我在华夏都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不，现在有了。因为他看到了朴妍希。苏无忌呵呵一笑：呵呵，扯淡，就算是再漂亮也不能和我女朋友相提并论。说话的时候，为了宣示主权，他还把手搭到了朴妍希的纤腰之上，纤细柔韧，妙不可言。朴姐姐默不作声地把他的手拿开，但表情之中没有丝毫不愉快。这设计师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道：相信我，他们并列灵州第一。苏无忌说道：哦，这还差不多。家仆，你来得这么早。一道声音在后面响起来，苏无忌莫名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于是扭头看了一眼。一眼之后，苏无忌又控制不住地多看了好几眼，似乎是有些不太确定对方的身份。来者穿着是一件白色的短款轻薄羽绒服，下半身穿着修身的牛仔裤，虽然是简单利索的装扮，却依旧极显身材与气质。他戴着黑色的口罩，没有化任何的妆，
可那一双眉眼却和这云烟湖如此相称，这种静雅清丽的美还透着一股大气的感觉，而湖畔那如带远山更成了这动人眉眼最好的背景图。他的左手揣在口袋里，右手则是端着一杯热咖啡，在和苏无忌对视了一下之后，他的眼睛深处涌出了一抹掩饰不住的惊喜。只是这一抹惊喜只有从苏无忌的角度才能看得到，旁人无从得见。盯着那一双眉眼仔细地看了看，随后苏无忌差点没跳起来。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子熙的颜值，只要是个男人见到都会动容的。这个设计师笑着，他很满意苏无忌此刻的反应。苏无忌深吸了一口气，能看出来这老板确实是个美女。那晨昏县的女老板对着苏无忌伸出了手，微微一笑：“你好，我的真名叫夏子熙。”他说的是我的真名，而不是我的名字。这其中的潜台词，怕是只有苏无忌自己才能听得明白。苏无忌握住了那只手，盯着他的眼睛，也露出了一丝笑意，说道：“夏子熙你好，我叫苏无忌，咱俩的名字还挺押韵。”那个名叫家谱的设计师说道：“哇哦，哥们，你旁边还有那么漂亮的女朋友呢，不要这么着急的撩拨别的姑娘。”朴妍希摇了摇头，轻轻一笑，说道：“我不是他的女朋友。”说完，朴姐姐便走开了。她可不想给弟弟造成任何把妹上的障碍。这混血儿设计师对夏子熙很有好感，一直有追求的心思。看到美人儿的手被苏无忌这么拉着，他的心里很别扭，像是一块香甜无比的糕点，被一只脏兮兮的中华田园犬舔了一口。苏无忌却仍旧握着夏子熙的手不放，扭头对设计师说道：“怎么了？我就撩拨他不行呢？”苏无忌还没放手，他笑眯眯地说道：“夏子熙相见即是有缘，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有时间我请你喝酒。”夏子熙微笑着说道：“你女朋友都已经生气走了，你怎么不追？”苏无忌满不在乎地说道：“嗨，你看他像生气的样子吗？他一直都鼓励我和女生多接触的。”这设计师和咖啡铺老板都完全看呆了。现在可以这么厚脸皮的泡妞了吗？此刻，这年轻老板只恨自己不够勇敢，自己长得明明那么帅。夏子熙被苏无忌这么死皮赖脸的纠缠，竟是也没有太多的反感。他说道：“那你过来，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你。”那咖啡铺的年轻老板鼓足勇气说道：“子熙小姐，能告诉我吗？我也想知道你的手机号码。”夏子熙却直接拒绝了：“不行呢，我只告诉他